我今天这一期视频呢，是我5年多以来做视频里面最重要的一期啊。这期的视频是为8岁到12岁的小女孩写的，是写给他们的父母看的。题目呢，就是女孩过早出现胰岛素抵抗，影响的是他们的一生呢。今天这一期视频做完的最后，我给你们的女儿写了一封信，希望你们的女儿可以跟你们一起看看波叔讲了什么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？现在很多的女孩9岁、10岁就开始发育了，10岁来月经了，好像已经越来越常见了。那么很多家长觉得呢，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营养好了，所以发育早一点很正常。可是我今天想请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，青春期提前到底代表了营养变好了，还是代表身体收到了错误的信号了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啊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想讲一个很多父母没有听过，但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话题了。女孩如果过早出现胰岛素抵抗，影响的可能不仅仅是青春期，不仅仅是月经，也不仅仅是多囊，它影响的很可能是她未来几十年的代谢能力、生育能力和慢性病的风险。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希望每一位家里面有女儿的父母都耐心的把它看完，因为也许你会重新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健康。很多人认为青春期就是年龄到了，11岁、12岁、13岁，身体自然开始变化了。其实如果你去看人体生理学，你会发现青春期不是一本日历，它更像是大脑做出来的一个决定。在青春期真正开始之前，下丘脑每天都在接收来自于全身的信息，它其实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：现在这个身体准备好了吗？有没有足够的能量？有没有足够的营养储备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身体宁愿把青春期往后延。那么身体怎么样判断能量够不够？它不会拿一个计算器去计算你今天吃了多少卡路里，它看的是很多代谢的信号，比方说体脂的储备、瘦素，比如说 IGF-1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胰岛素。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，不是说胰岛素自己一个就可以决定青春期，真正决定青春期的是整个能量感知系统。但是如果胰岛素长期偏高，尤其已经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，它会告诉身体一件事情：外面的食物好像一直都很充足啊，于是下丘脑接收到的整个能量环境就会发生变化。这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研究发现，肥胖、胰岛素抵抗跟女孩青春期提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啊。注意啊，我说的是密切的关系，不是每一个青春期提前的女孩都一定是胰岛素抵抗，也不是所有的胰岛素抵抗都会导致青春期提前。青春期还受到遗传、睡眠、环境因素多方面的影响，但是代谢状态确实是越来越重要的一块拼图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问我，为什么偏偏是女孩？在人类绝大多数的历史里面，男人和女人面对着不同的生存的压力的。男人需要出去打猎，女人需要孕育生命。在食物匮乏的年代，如果能量储备不足，这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啊。所以女性身体必须比男性更加敏感地感知能量状态。可是人类进化了几百万年，真正发生巨大的变化，其实只有最近的100多年。我们的基因没有来得及改变，但是我们的食物却彻底改变了。以前糖是奢侈品，现在早餐甜面包，上午奶茶，中午精致的米面，下午点心，晚上甜的饮料，临睡之前可能还有水果，可能还有零食。很多孩子从睁开眼睛开始，胰岛素就不停地被刺激，直到晚上睡觉。身体收到的信号不再是今天找到食物了，而是变成食物永远不缺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的身体真的获得了更多的能量吗？很多人会说，当然呢，每天吃这么多。可是我告诉大家，吃进去的能量和细胞真正能够利用到的能量不是一回事啊。现代人最大的矛盾不是缺能量，而是身体以为能量很多，细胞却越来越不会利用这些能量。胰岛素越来越高，脂肪越来越多，可是肌肉呢，却越来越不会利用葡萄糖了。脂肪组织越来越不会释放脂肪，线粒体越来越不会燃烧脂肪酸，这是我一直讲的供能能力下降，也是代谢灵活性丧失的开始。我们不是在讲疾病，而是在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：为什么现代女孩越来越早进入青春期，而越来越晚拥有真正成熟的身体？刚才我们讲到，青春期本质上是身体对能量状态的一次评估。今天很多女孩是青春期提前到了，但是真正成熟却越来越晚了。我说的是成熟，不是年龄，不是身高，
我说的是身体真正拥有一个成年女性应该具备的代谢能力，这两者不是同一件事。如果把青春期拆开来看，我认为至少可以分成2个阶段的。第一个阶段叫做性成熟，第2个阶段叫做代谢成熟。什么叫做性成熟？月经来了，乳房开始发育了，卵巢开始排卵了，身体开始具备生殖能力了。但是还有一个成熟，就是代谢成熟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身体有没有能力稳定的供应能量，肌肉够不够强，线粒体够不够多，白天活动的时候有没有充足的耐力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能不能够稳定的供能，身体能不能够在葡萄糖和脂肪之间自由的切换，这才是真正决定一个人未来健康的能力啊！在以前的年代，在青春期之前，孩子每天都在运动，肌肉越来越强，骨骼越来越结实，线粒体越来越多，身体越来越会利用脂肪。青春期开始的时候，身体其实已经完成了很多年的代谢训练，所以月经来了，代表的不仅仅是卵巢成熟了，还代表了身体真正准备好了。可是今天呢，完全不是这样。很多女孩8、9岁就开始久坐，每天上学、补习、写作业、看平板、刷短视频，每天真正活动量比较大的时间只有一点点，肌肉越来越少，心肺能力越来越差，线粒体没有得到足够的刺激。然后呢，与此同时，每天又不断的摄入精致碳水和甜的饮料，身体长期依赖葡萄糖供能，越来越少有机会动员脂肪。于是呢，一个很大的变化发生了，性成熟提前了，但是代谢成熟延后了。这就是我认为现代孩子最大的错配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很多女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稍微饿一点就觉得没有力气，一到了下午精神开始涣散，很容易疲劳，很容易烦躁，很容易情绪波动，运动的耐力越来越差，冬天特别怕冷。这些现象不一定都是胰岛素抵抗造成的，也可能跟睡眠啦、贫血啦、心理压力啦、营养不足这些因素有关。但是从代谢角度来看，当身体越来越依赖葡萄糖，越来越缺乏脂肪供能的能力的时候，确实更容易出现供能稳定性变差的问题。可是呢，人类本来不是这样设计的，人体本来拥有2套供能系统的，一套是利用葡萄糖的，另外一套是利用脂肪的。真正健康的人不是一直燃烧糖，也不是一直燃烧脂肪，而是能够根据环境、根据需要自由切换。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几个字：代谢灵活性。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：如果一个女孩从出生开始没多久，几乎每隔2、3个小时就要吃东西，早餐、点心、加餐、午餐，下午吃点东西、零食，晚餐、宵夜，甚至于睡觉之前还要喝一杯甜牛奶，她有没有机会真正启动脂肪供能呢？机会其实很少。因为每一次进食，尤其是高糖、高精致碳水化合物的饮食，都会让身体优先处理这些能量。如果长期如此的话，身体练习动员脂肪供能的机会就越来越少。今天很多孩子不是脂肪太少，而是脂肪太多，但是呢，越来越不会用。仓库越来越大，发动机越来越弱，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画面：一个孩子体脂率越来越高，可是呢，体育课里面的时候呢，越来越跑不动。走几层楼就喘，一顿饭吃完没多久又喊饿了，不是因为他们身体里面没有能量，是因为他不会把储存起来的能量顺利的拿出来用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开始明白，为什么我一直讲代谢灵活性，也一直讲低碳、讲生酮。我真正推崇的，从来不是让所有的孩子长期生酮，我推崇的是让身体重新学会2套供能系统都能够正常工作。对于大多数健康成长中的孩子，更重要的是建立良好的饮食结构、规律的运动、充足的睡眠，而不是追求长期的酮症。那么对于已经存在明显肥胖、胰岛素抵抗或其他代谢问题的孩子，是否需要采用比较低碳水平的饮食策略，应该由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进行个体化的评估。所以生酮也好，低碳也好，都不是目的，目的只有一个：恢复身体原本就拥有的供能能力。如果身体重新能够灵活地利用葡萄糖，也能够灵活地利用脂肪，那么胰岛素压力就降低了，能量稳定了，运动能力改善了，很多的代谢问题才有机会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？现在很多女孩10几岁开始长青春痘了，然后呢，月经越来越乱了，越来越多女孩20几岁就被诊断多囊了，
30几岁开始备孕的时候，又发现怀孕越来越困难了。很多人觉得这是4种不同的毛病，皮肤科看青春痘，妇科看月经，内分泌科看多囊，生殖科看怀孕。每一个医生都在看自己那一部分的器官。但是今天我想请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些问题很可能不是4件事情啊，他们可能只是同一个故事在不同年龄的时候说出来的话。如果你把时间拉长，青春期之前先出现胰岛素抵抗，青春期开始，然后呢青春痘越来越严重，接着月经越来越不规律，再后来出现多囊卵巢综合征，到了准备怀孕的时候，排卵越来越困难。如果一直没有改善代谢，再往后脂肪肝、高尿酸、高血压、2型糖尿病慢慢一个一个的出现了。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问题，其实可能只是同一条代谢轨迹上面的不同阶段了。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不是青春痘，不是月经，不是多囊，我要讲的是他们为什么会一起出现。先来说青春痘，很多女孩每天认真洗脸的，买非常非常贵的保养品啊，换各种各样的护肤品啊，可是痘痘还是不断的长啊。为什么？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在身体的里面。当身体长期处于高胰岛素状态， IGF-1 的活性通常会提高。IGF-1 本来是帮助身体生长的重要信号，青春期的时候本来就会上升。可是如果长期受到高胰岛素环境的影响，它可能进一步刺激皮脂腺，那么油脂呢越来越多，毛囊越来越容易堵塞，于是呢青春痘开始越来越严重。所以很多女孩拼命治痘，却没有发现真正改变的是身体里面的代谢环境，脸只是代谢的一面镜子。接下来很多女孩开始发现月经开始越来越不准了。这里我要提醒大家，月经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的，它其实非常非常娇气的，压力太大了，睡眠太差了，体重变化太快了，或者是代谢出现异常了，月经都会受到影响的。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个很多女孩不知道的机制。长期胰岛素偏高，除了帮助葡萄糖进入细胞之外，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作用的。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刺激卵巢，让卵巢制造更多的雄激素。雄激素增加了以后，卵泡开始发育，但是呢却越来越难成熟，越来越难排出去。于是呢排卵呢越来越少，月经呢越来越乱，慢慢形成很多没有成熟的小卵泡。这是为什么很多伴随胰岛素抵抗的 PCOS 患者会出现月经紊乱和排卵障碍。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是很多，不是全部。PCOS 本身有不同的类型，不同的人原因并不完全一样。我经常跟我们的学员说一句话，不要把青春痘、多囊、月经失调当成3个问题，因为真正的问题在更上游啊，就是在身体如何管理能量，就在胰岛素，就在肌肉，就在脂肪，在整个代谢网络。很多人一直觉得胖会毁掉一个女孩，我认为真正毁掉很多女孩未来健康的不是胖，而是没有长出足够的肌肉。如果青春期孩子每天运动、跑、跳、蹲、爬，肌肉不断的成长，身体处理葡萄糖的能力呢就会越来越强，胰岛素的压力也更容易维持在正常的范围。反过来，如果青春期肌肉没有建立起来，以后即使想改善代谢，难度都会高很多。所以青春期真正应该追求的不是减肥，而是应该建立一副能够陪伴他几十年的肌肉。讲到这里了，一定会有人问我的，说波叔，那是不是女孩应该生酮饮食？是不是碳水越来越少越好？是不是以后都不要吃米饭了？我的答案很简单，不是。因为我们要解决的从来不是一种饮食模式，我们要解决的是人体的供能能力。我一直反复强调一句话，饮食只是工具，代谢能力才是真正的目的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你家里面只有1台发电机，一停电，你们家里面马上黑了，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生活很难受啊？当然会啊，因为它只有一种能量来源嘛。人的身体其实是一样的，我们人的身体呢，设计了2套供能系统，第一套利用葡萄糖，第二套利用脂肪，这2套系统一直轮流的工作的。今天打猎没成功，燃烧脂肪，明天来到了很多果实可以吃，燃烧葡萄糖，身体不断的切换啊，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代谢灵活性。可是现在很多孩子呢，一饿马上吃，一累马上喝饮料，一运动马上补糖，一天从早到晚身体几乎都在处理葡萄糖，于是另外一套系统，脂肪供能系统慢慢就生疏了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一个孩子明明体脂很高，体脂很高的意思就是有很多的能量储备，可是稍微晚一点吃饭受不了了，开始头昏了，开始没有精神了，开始容易发脾气了，运动也坚持不了多久了。为什么？不是他身体里面没有能量，是他的身体越来越不会
把储存着的能量拿出来使用啊。很多人把脂肪当成敌人了，我一直认为脂肪不是敌人，不会利用脂肪才是真正的问题。脂肪本来就是人体最大的备用能源，如果身体能够自由动员脂肪，很多时候血糖就会更稳定，能量就会更稳定，饥饿感也会更稳定。所以为什么我会介绍低碳饮食，为什么我会介绍生酮饮食，原因其实只有一个，他们可以在合适的人群、合适的阶段帮助身体重新练习另外一套功能系统。它最大的价值不是让一个人永远停留在酮症，而是在专业的指导底下，让一些已经出现明显代谢问题的人重新恢复利用脂肪功能的能力。真正恢复以后，身体应该重新拥有选择，有选择燃烧葡萄糖的时候，它就会利用葡萄糖；没有葡萄糖的时候，它能够很轻松的利用脂肪，而不是每一天都必须要不停的吃东西。所以，如果一个女孩身体健康、体重正常、运动充足、肌肉量也不错、睡眠也很好、代谢也很好，我不会建议她为了追求酮体而长期严格生酮的。因为它真正需要保持的是代谢灵活性，而不是一个固定的饮食模式。但是如果一个女孩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肥胖、胰岛素抵抗、脂肪肝，或者是已经出现了胰岛素抵抗相关的多囊，那么在营养团队的指导评估，那么降低精致的碳水化合物，增加优质的脂肪，增加天然的食物，增加运动，甚至于在部分的情况下采用阶段性的低碳或者是生酮策略，都有可能成为改善代谢的一种工具。重点永远不是吃什么，重点永远是身体有没有重新学会供能。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不是追求一种饮食，而是帮助他重新建立规律的运动、足够的肌肉、稳定的睡眠、天然的食物、减少含糖的饮料、减少高度加工的食品。这些事情远远比讨论一碗饭、一块面包要重要的多。因为真正决定一个女孩未来几十年健康的，从来都不是今天这一餐，而是她身体有没有学会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稳定的供应能量，这才是真正的健康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请所有的爸爸妈妈想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一天你的女儿25岁，身体健康，每天精神很好，月经规律，怀孕顺利，你的女儿到了50岁的时候，没有糖尿病，没有脂肪肝，没有严重的肥胖，你觉得这一切是25岁的时候开始决定的吗？不是的，很多时候真正的答案要往前推10几年呢，甚至于20几年呢，就是他小的时候每天吃什么，每天怎么运动，每天睡得够不够，每天有没有机会建立一个健康的身体。我一直认为教育孩子有3样东西最重要的，第一个是价值观，第二个是学习能力，第三个是代谢能力。很多父母很重视前2样，忽略了第3样。可是如果没有健康，前面2样是会打折扣的。所以真正好的教育一定包含了健康教育，而健康教育绝对不是告诉孩子这个不可以吃，那个不可以吃，今天开始减肥，这么做那么做。你通常得到的只有对抗。不要用控制小孩的方式培养健康，因为控制最后培养出来的是反抗。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帮助孩子理解自己的身体。例如你可以告诉他，身体有2套发动机，糖是其中一套，脂肪是另外一套，2套都会用，身体才会好。你可以告诉他，运动不是为了减肥，运动是为了长肌肉，因为肌肉是身体最大的能量工厂。你可以告诉他，睡觉不是浪费时间，而是在修复身体，是在调整激素，是在让明天拥有更好的供能能力。你也可以告诉他，偶尔吃个蛋糕，偶尔吃个冰淇淋不会毁掉健康，真正影响健康的是每天的生活方式，而不是某一餐。孩子需要的不是恐惧食物，而是理解食物，不是依赖意志力，而是建立能力。这里我还想提醒很多爸爸妈妈一件事情，不要把自己的焦虑变成孩子一辈子的压力。今天很多女孩从小学开始就在减肥，怕胖，怕吃，怕碳水。可是呢，青春期啊，这是长骨骼、长肌肉、长大脑、长器官的时候啊。真正应该关注的不是体重秤上面的数字，而是身体有没有获得足够的营养，有没有获得足够的运动刺激，有没有获得足够的睡眠，有没有建立一套稳定的代谢系统。所以我并不希望每个孩子都去生酮，我也不希望每一个孩子都低碳。我真正希望的是每一个孩子长大之后，身体都拥有选择的机会。今天想吃米饭，身体能够很好的利用；今天没有米饭，身体能够轻松的利用脂肪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由，也就是我一直讲的代谢灵活度。最后我想送给所有家长一句话，很多父母会给孩子准备很多的礼物，学区房啦、补习班啦、钢琴课啦、英语课啦，这些都很好。但是如果让我只能选1样，我希望送给孩子的是一副能够健康工作几十年的身体啊。
房子会旧，车子会坏，财富可能会失去，可是一套健康的代谢系统会陪他一辈子的。如果今天这期视频能够让更多的父母开始重视孩子的饮食、运动、睡眠和代谢健康，那我觉得他就完成了他真正的意义了。视频做到这里，视频的开头答应大家，我给你们的女儿写了一封信，我在这边读这个信给你们听，希望你们的孩子有机会听得到。亲爱的孩子，也许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你只有10岁左右，也许你每天关心的是今天放学吃什么，是周末去哪里玩，考试有没有考好，你不会知道什么叫胰岛素，什么叫代谢，什么叫做代谢灵活度，这些词对现在的你来说都太遥远了。可是总有一天你会长大，你会发现真正陪你一辈子的不是漂亮的衣服，不是名牌的包包，不是手机或者是汽车，而是你的身体。它会陪你读书，陪你工作，陪你恋爱，陪你结婚，也可能陪你成为一个妈妈。我希望当那一天来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依然充满力量。我希望你能够轻轻松松的跑几公里，不会气喘吁吁的。我希望你能够陪自己的孩子疯跑1个下午，不会累得站不起来。我希望你到了50岁、60岁还能够背着背包去旅行。所以孩子们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因为别人说你胖就害怕吃饭，也不要因为别人说要减肥就拼命节食。真正重要的不是让自己变瘦，而是让自己变强，让你的肌肉越来越有力量，让你的心肺越来越健康，让你的身体学会稳定的供应能量，学会照顾自己，学会尊重自己的身体。因为这副身体是你这一生唯一真正属于你的家。将来有一天你回头看，你会发现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陪你养成的一些习惯，每天好好的吃饭，每天出去运动，每天早一点睡觉，少喝一些含糖的饮料，少吃一些加工食品，这些事情看起来多么的琐碎，多么的普通，可是一点的决定了你未来几十年的健康。最后我送你们一句话，真正的漂亮不只是今天照镜子的样子，真正的漂亮是到了你70岁的时候，你依然拥有健康、自由和活力。祝愿你幸福快乐的长大。